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关于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中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科学并没有证明鬼神的存在，而且许多所谓的超自然现象都可以被科学解释或解释为自然现象。但是，这并不代表鬼神不存在，因为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有过与鬼神有关的经验或者是见证。在讨论鬼神的存在与否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对于鬼神的看法。例如，许多东亚文化认为鬼神存在于世间，而在西方文化中，对于鬼神的存在则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信仰和文化的差异也影响了人们对于鬼神存在与否的看法。另外，我们也必须承认到，有些现象或经验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这些现象可能涉及到灵性或神秘的领域，而对于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理解，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研究。鬼神的存在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话题，即使是中国的古圣贤孔子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但因其难以捉摸，所以采取了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无论是儒释道等宗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数千年来，人们对鬼神的存在信与疑，因为鬼神无法被证明。虽然有人号称与鬼神等隐态世界的朋友有过接触，但其描述的内容无法证实。然而，有死亡体验的人深信鬼神的存在，其所描述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此外，众多大神、大仙、灵修人士、气功修炼者以及民间的很多灵媒可与鬼神沟通，但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因此，很多人选择相信鬼神的存在。那么，鬼神究竟是什么呢？能量和能量场是有正负之分的，正极能量场为阳，负极能量场为阴。因此，当某一地域的能量场表现为正极时，我们会觉得暖和、舒适；反之，若其能量场表现为负极或为阴极能量所充斥之时，则顿时感觉阴冷、凉风嗖嗖、毛孔直竖，极不舒服。另外，活人为阳，人死为阴，因此进入阳宅之中，若阳光充足，则会感觉温暖舒适、生机勃勃；而进入墓地，即便阳光普照，仍然会感觉阴森、阴冷之感。这都是由于能量的影响。人体是由能量构成的，因而可以休养生息，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人具有思维能力，并通过身体各机能的作用产生各种能量，与宇宙中量能相融合，吸取宇宙中的各种能量为己所用。因而除了从食物之中补充能量之外，还需要宇宙中的能量。人的思维活动可产生巨大能量，通过心念产生的能量可驱动身体各器官及机能运动，从而使外形发生变化。心念专一时，获取的宇宙能量较大，而使其发挥的效能较大，此时达成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常常令自己感到吃惊。科学的讲，这种超常发源自自身潜能。自身能量的提高与有内在和外在两种情况。内在者，内心专一，真气内守，此时全身关窍打开，可最大限度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补充体能。这也是道家修炼的基本理念和方式。而当身体疲惫不堪时，稍事休息即可马上恢复体能，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外在者，我们需要从食物中不断获取能量。肉类为动物尸体，所以虽然食肉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动物蛋白，但其性属阴，因此肉食通常增加我们自身的阴性能量。故而，以肉食为主的人，身上的阴性能量聚集较多，而多容易长胖，因而滋生各种疾病。素类食品，如果蔬瓜菜豆等，在自然界中饱受日月精华，吸收阳光雨露，吸收宇宙能量较多而表现为阳性，所以素食者通常阳气充足，而神态清爽，身体健康。这里提出了人体能量构成的概念，以及人体如何吸取宇宙中的能量来补充自身能量。同时也提到了人的思维活动可以产生能量，并且通过心念产生的能量可以驱动身体各器官及机能运动，从而使外形发生变化。此外，也指出了自身能量提高的内在和外在两种情况。内在者需要内心专一，真气内守，而外在者需要从食物中获取能量。最后提到了肉食和素食对身体能量的影响。肉食属于阴性能量，素食属于阳性能量，因此素食者通常阳气充足，身体健康。这段文字是基于道家的哲学观点，
对身体能量和食物能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人的身体是由能量构成的，这使得我们能够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并保持生命运转。我们的身体各器官和机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能量，这些能量可以与宇宙中的能量相融合并被吸收为己用。因此，除了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外，我们还需要宇宙中的能量来补充自身能量。我们的思维活动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通过心念产生的能量可以驱动身体各器官和机能运动，从而使我们的外形发生变化。当我们的心念专一时，我们可以获取更多宇宙能量，从而达到更高效能的目标，甚至有时会让我们自己感到惊讶。科学上说，这种超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活动也能产生巨大能量。当心念专注时，产生的能量可以驱动身体各器官运动，甚至改变外表。如果心念专注，从宇宙中吸取的能量也会更多，这样就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完成各种任务和目标。这种超常表现源自于自身的潜力。提高自身能量有2种方式，内在和外在。内在的提升方式是保持专注，保持真气内守，全身关窗打开，从宇宙中接受能量，这是道家修炼的基本方式。当身体感到疲劳时，稍事休息就能立刻恢复体能，也属于这种情况。外在的提升方式是从食物中不断吸取能量。肉类属于动物尸体，虽然吃肉可以提供动物蛋白质，但肉的性质属于阴性能量，因此食肉会增加自身的阴性能量。以肉食为主的人，身上的阴性能量通常聚集较多，容易造成肥胖和各种疾病。素食则是从蔬菜、豆类等食物中获取能量，这些食物在自然界中经受日月精华的滋养，吸收阳光和雨露，因此吸收到的宇宙能量较多，表现为阳性能量。素食者通常阳气充足，神态清爽，身体健康。人心的念头能够调动身体机能产生能量，正常的人心产生的能量通常是阳性的，表现为刚直不阿、善恶分明、大度豁达、光明磊落等特质，令人敬仰。相反，心存邪念者通常表现为阴性，令人不愿接近，心情低落，容易投机取巧，甚至容易产生轻生念头。当人心生邪念时，会召集周围的阴性能量，容易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灾难便在所难免。宗教人士及相信神灵之人多能心神专一，所以可以吸取宇宙间的各种阳性能量，从而改善人生，使其事业不断进步。诵经悟道也能使心神专一，改变自己，同时也是获取宇宙能量的过程。许多身患绝症的人进入玄门或佛门持斋诵经，从素食中获取阳性能量，同时在心神专一的过程中获取宇宙中的阳性能量，使体内充满阳性能量，将原有的病气、邪气等阴性能量驱出体外，疾病自然慢慢好转甚至康复。这也是玄门、佛门昌盛的原因，更是众生信仰宗教的原动力。回到宗教的话题，宗教活动中的法事和道场等，通过调动能量可以产生许多神秘的现象。实际上，在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中，都存在着这种调动能量的技术和方法，如禅定、冥想、祈祷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人们打开自己的潜力，调动周围的能量场，使自己的心灵与宇宙相连，进而获得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感受。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概念和实践，例如心理学、生物反馈、能量治疗等等。这些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认为人类的身体和精神都是由能量组成的。因此，通过调整身体和精神能量的平衡，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各种身心问题，提高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稳定性。总之，能量是宇宙中的一种基本元素，无处不在。在宗教和现代科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方法和技术，通过调动和利用能量来达到身心健康和精神平衡的目的。这些方法和技术虽然看似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人类身体和精神中的能量为基础，通过调整和利用宇宙的能量来达到自我提升和成长的目标。些独特的方法通常包括祷告、咒语、符咒、神像、香火等。在这些方法中，符咒的使用较为广泛，因为符咒是一种将能量凝聚成型的工具。符咒可以吸收周围的阴气和阳气，将其转化为有用的能量，进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们的生命力。在易学中，阴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宇宙的根本。
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形成了宇宙万物的变化和发展。人的身体也是由阴阳两种能量构成的，阴阳平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和稳定。因此，易学的修行方法和治疗方法，往往都是以调整和平衡阴阳能量为主要目标。总的来说，易学是一种融合了哲学、宗教、医学、占卜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都基于对宇宙、人体、能量等的认识和研究。易学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生命发展和灵性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太阳是地球上直接的能源，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宇宙中有各种各样的星系，比如在太阳系中，各种各样的天体源源不断地从太阳那里获得能量，通过它们的循环运动，它们相互作用并产生不同类型的宇宙能量。这些宇宙能量以各种波的形式影响住地球上的万物，对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些宇宙能量可称为外能或阳极能量，而人体自身产生的能量可称为阴极能量。因此，人体是一个统一体，结合了来自宇宙的阳极能量和来自人体自身的阴极能量。在自然界中，有些能量是阴的，也就是说，它来自生命形式的死亡或灭亡。一般来说，当人的身体死亡时，身体不再从宇宙中接收能量，身体的各种机能停止运转，包括阴极能量的产生停止。这时，灵魂或身体的内在能量离开身体，以自由电磁波的形式进入不同次元空间。其实，这里所说的多维空间，主要是指超越物质世界的空间。灵魂以能量的形式漫游，不受物质束缚，不受地球引力影响，传播速度极快。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它会根据身体吸收或产生的能量及阴或阳的大小和性质进入不同的空间。如果身体吸收或产生更多的阳极能量，它可能会进入阳极和高级能量聚集的更高层次的空间，如天界或菩萨界。如果身体吸收或产生更多的阴极能量，则可能进入较低层次的空间。阴极和低层次的能量聚集，如鬼域或恶魔，所以一入鬼道，阴气侵入；进入神界，阳极能量极强，融入宇宙之中，形成阳极能量。因此，当法师召唤神灵时，通过一些独特的方法将这些阳极能量导入体内或某个场所，使其为阳性能量所充斥，进而达到较好的效果。能量是不定的，可能会随时进入人体，也可能随时离开人体。当阳极能量进入人体时，会让人感觉精神爽朗，心情舒畅，思维敏捷，面色红润，气血充盈，积极向上。而阴极能量进入人体时，会让人感觉精神沮丧，心情低落，思维迟钝，面色暗哑，气虚血亏，负面情绪较重，这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病态。人生之时，以五谷杂粮为食，因此带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气。自然界中亦充斥着这五行之气。春日秉承木气，夏日变成火气，长夏秉承土气，秋季秉承金气，冬季秉承水气。五行与五志，则怒主肝属木，喜主心属火，思主脾胃属长夏及四季土，忧主肺属金，恐主肾属水。故而，若人死于肝病，则其灵魂或能量多携木气，为此类能量所附体，则呈现发怒、脾气暴躁之态。若人死于心病，则其灵魂或能量多携火气，为其所附体，则呈现喜怒无常、疯癫之状。倘若人死于脾胃之病，则附土气，受此附体者多脾胃不佳、气胀之属。若死于肺病，则其灵魂多携精气，故受此附体者多身体发冷、虚弱、咳喘等。若死于惶恐或肾病，则其灵魂多携水气，故受此影响者多惊恐猥琐。这些都是不同附体能量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因此，高明的法师可以通过症状判断为何种灵体附体，附体灵属于何种属性，进而得法以采集不同类型的能量以治之。因此，并非所有附体或当会超度等法事在任何时间可做，需选择时机和有利的时辰进行，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万事万物均离不开阴阳和五行生克的原则，能量亦如此。总结来说，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对于鬼神的看法不同，而且科学也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的现象。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尊重不同的信仰和文化，同时也应该持续的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影片。虽然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但是透过这个探讨过程，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关于人类文化和信仰的知识。如果你对这个话题还有其他的看法和想法，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和我们分享。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观看。